老公说，为了以后孩子能上最好的学校，我们必须实行严格的 AA 制，攒钱买房。我白天上班，晚上摆摊，连卫生巾都挑最便宜的买。终于攒够了500万首付。就在我们去看房的前一天，我爸突发脑溢血，住进 ICU。我疯了一样的给老公打电话要取钱救命，他却关机失联。我哭着求银行经理通融查询，经理同情地看了我一眼，打印出了流水单。500万早在3天前就被一次性转空，转账回执单上，收款人填的是他那个刚满18岁的干妹妹，而交易附言里却写着赠与无爱苏苏的成年礼，保时捷911。我死攥着那张薄薄的流水单，500万，18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500万，医院再不交钱就停药的催命符，还在耳边嗡嗡作响。我疯了一样拨打顾成渊的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如坠冰窟，我不死心，抖着手点开朋友圈，置顶的就是苏苏的朋友圈最新的动态，定位在全城最顶级的会所鎏金。视频里音乐震耳欲聋，苏苏穿着公主裙，被一群人簇拥在中央，笑得天真又甜蜜。配文是：谢谢哥哥，我成年了。我冲出银行，拦下一辆出租车就往鎏金赶。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外套，头发凌乱，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一眼我就看到了顾成渊，他站在人群中央，正小心翼翼地为苏苏戴上一顶精致的钻石皇冠，眼神里的宠溺几乎要溢出来。那一刻，他看苏苏的眼神是我从未拥有过的温柔。我冲过去，扑通一声跪在顾成渊面前。成渊，钱呢？我爸在医院等钱救命啊！我拽着他的裤腿，哭着哀求：你把车退了，先把钱给我爸治病好不好？我求你了。顾成渊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怀里的苏苏却委屈地瘪起了嘴，眼眶红红的。哥哥，这车要是退了，我在圈子里就再也抬不起头了，他们会笑话我一辈子的。你闹够了没？顾成渊声音里满是厌恶。林婉月，你越来越像个泼妇了，不就是血压高了点儿，你至于吗？为了搅黄苏苏的生日，你真是煞费苦心。保安，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扔出去，别让她在这里沾染了晦气。2个保安冲进来，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着我往外走。我被重重地扔在冰冷的街边，口袋里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是医院的电话。我颤抖着接起。李女士吗？很抱歉通知您，您的父亲于3分钟前抢救无效，确认死亡。我看着手机屏幕上冰冷的死亡通知单，笑了，眼泪流进嘴里，又苦又涩。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擦干了脸上的泪痕。苏苏开着崭新的保时捷911，载着顾成渊在午夜的城市里兜风。顾成渊靠在副驾，感叹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完全忘了几个小时前，他的妻子曾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父亲的命。半夜，顾成渊回到家，没有熟悉的灯光，没有温热的饭菜。玄关处，他一脚踩到了什么硬物，发出咯噔一声。他捡起来，是一副老花镜，镜腿断了，镜片碎成了蜘蛛网。那是我父亲最宝贝的东西，是他省吃俭用买的。或许是喝多了，他只觉得有些奇怪，随手将眼镜扔进了垃圾桶。第二天，顾成渊在空荡荡的床上醒来，身侧的位置一片冰冷。林婉月一夜未归，他打了他的电话，关机，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这个女人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他烦躁地点开朋友圈，苏苏的动态又更新了，照片里是保时捷的方向盘，旁边放着2杯奶茶，文案是：开着哥哥送的车，喝着哥哥买的奶茶，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这时门锁传来轻响，林婉月回来了。她穿着一身纯黑色的衣服，脸色白得像纸，手里捧着一个同样用黑布包裹的方形物体。顾成渊没有注意到那个布包，他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林婉月，你还知道回来，长本事了，敢夜不归宿了。他走上前，语气刻薄：怎么跑出去给你那个装病的爹借钱去了？林婉月没有看他，她只是平静地走到客厅，将手里的黑色布包轻轻放在茶几上。不用钱了，她的声音很轻很淡，已经解决了。顾成渊以为他动用了自己的私房钱，脸色立刻变了。你把后期存款花了，你懂不懂什么叫长远规划？虽然没有多少钱，那也是得留给儿子上学的。他开始喋喋不休地教训我，用他惯用的那套为了我们未来的说辞，仿佛挪用500万给干妹妹买跑车的人不是他。行了，别摆着那张死人脸了。他颐指气使地命令道：赶紧去做饭，苏苏今天中午要过来吃饭，你准备一桌海鲜大餐，就当是为昨晚的事儿给他赔罪。赔罪？我看着他，上周我为了省下给他买澳洲龙虾的钱，自己连着吃了3天汤泡饭的场景，当时我觉得只要他开心，一切都值。现在只觉得恶心。没过多久，楼下传来刺耳的跑车轰鸣声，是苏苏。他故意在楼下狂按喇叭，向整栋楼炫耀他的新玩具。顾成渊立刻眉开眼笑地跑下楼去迎接他的宝贝妹妹。苏苏一进门就夸张地捏着鼻子：哥，你家怎么一股死气沉沉的味道啊，好难闻。他说着，随手将那串闪亮的保时捷车钥匙扔在了茶几上，正好就扔在我父亲的骨灰盒旁边。顾成渊从储物柜里翻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塞到苏苏手里。来，苏苏，这个送你，
就当是哥哥送的附赠品。我认的那个盒子，那是我花了大半个月工资托人从国外买回来的。我默默走过去，拿起了那个礼盒，一言不发。你干什么？顾成渊有些恼怒，我没理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为了缓解尴尬，顾成渊清了清嗓子，开始吹嘘自己。我马上就要升职了，到时候我们就能换个更大的房子。所以婉月，你也要懂事一点，别再闹情绪了。他还在画饼，还在以为我会被他的空头支票稳住，可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了。父亲下葬后的第二天，顾成渊带着苏苏回来了，他们身上穿着名牌新衣，带着轻松惬意。苏苏亲昵地挽着顾成渊的胳膊，将一个粉色的奢侈品包装袋递到我面前。姐姐，节哀顺变，这是成渊哥特意给你挑的包，最新款呢，你别太难过了。他的声音甜得发腻，我看着那个包，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谢谢。我接过包，转身走向厨房。顾成渊大概以为我被安抚了，语气也缓和下来。婉月，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人死不能复生，日子还要过。苏苏刚成年，被吓坏了，你去做点她爱吃的海鲜粥，给她压压惊。我没回头，打开冰箱。好，我从柜子深处摸出一个小纸包，将里面无色无味的粉末尽数倒进了翻滚的粥里。那是强力泻药，是我摆摊时用来对付那些收保护费的地痞流氓的。饭桌上，苏苏娇滴滴地喝着粥，嘴里却没停下。姐姐，我昨天刷视频看到有人在天桥底下卖首饰，那个摊主跟你长得好像哦。他捂着嘴，故作惊讶。哎呀，那怎么可能是你呢？成渊哥可是公司高管，他的太太怎么会去做那种掉价的事，给成渊哥丢脸呢？顾成渊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放下筷子，用一种不容置喙的语气命令我：婉婉，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给我生个儿子，不要再出去抛头露面了。我看着他们一勺一勺地喝下那碗粥，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已经盘出去了。顾成渊满意地点点头，以为我终于学乖了。话音刚落，苏苏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她捂着肚子，额头上瞬间冒出冷汗。成渊哥，我肚子好痛，好痛啊！苏苏，顾成渊大惊失色，慌忙抱起苏苏就往医院冲。我打开电脑，轻车熟路地登录了顾成渊的云端账号，里面有他做假账而留存的所有原始数据和转账记录。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顾成渊发来的语音，背景音里是苏苏凄厉的哭喊：林婉月，你给我死到医院来！苏苏急性肠胃炎要住院，你赶紧过来伺候，顺便把医药费交了。我打出2个字：没钱，然后将他的微信号拖进了黑名单。很快，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你敢拉黑我？林婉月，你长本事了！我告诉你，你的信用卡附属卡下个月我给你停了，我看你拿什么活！我没有说话，挂断了电话。我低头看着茶几上那张薄薄的纸，那是父亲的死亡证明。我轻声呢喃：顾成渊，你的报应才刚刚开始。苏苏上吐下泻，折腾了3天，终于出院了。他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缠着顾成渊要办一场更盛大的押金宴，把受的罪都不回来。顾成渊被他磨得没办法，一口答应。可他手里的钱早就被苏苏挥霍得一干二净。为了满足苏苏，他把主意打到了我父亲留下的那套老破小房子上。那是我长大的地方，是我最后的念想。顾成渊伪造了一份我的委托书，带着苏苏和中介，堂而皇之地撬开了老房子的门。顾先生，您这房子地段好啊，已经划进拆迁范围了。到时候一赔，价值至少翻3倍。中介的话让苏苏两眼放光，他立刻怂恿顾成渊：成渊哥，赶紧卖了，卖了我们就能换江景大平层了。顾成渊当然心动了。接到邻居张阿姨的电话时，我正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我疯了一样的冲向老房子，推开院门的那一刻，我看到一个工人正举着电锯对准院子里那棵枝繁叶茂的枇杷树，那是父亲在我出生那年亲手种下的。住手！我冲过去，一把推开那个工人，死死抱住粗糙的树干。他将一纸合同甩在我脸上。顾成渊看到我，脸上没有丝毫意外，反而极不耐烦：林婉月，你闹够了没有？作为你的丈夫，我有权处置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这破房子卖了，正好给苏苏换套大平层住。苏苏站在一旁，抱着手臂：姐姐，你也别不舍得。你要是真喜欢这里，等我们买了新房，可以把这儿租给你住嘛。毕竟你现在没工作了，也住不起什么好地方。我冷笑一声，看着顾成渊：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爸一个人的名字，这是他的婚前财产，是我的遗产，你无权处置。我试图用法律来说服他，然而顾成渊的耐心彻底告罄，他恼羞成怒，给了苏苏一个眼色。苏苏立刻会意，一把揪住我的头发，狠狠将我按在地上。姐姐，你怎么就不懂成渊哥的苦心呢？顾成渊不仅没有阻止，反而上前一步，死死按住我挣扎的双手，拿起另一份转让协议和印泥，就要往我的手指上按。林婉月，
这是你自找的。我拼死挣扎，但是这几年我一直忙于赚钱，身体比之前要更加瘦弱。眼看我挣脱不了，我张开嘴，狠狠一口咬在了他按着我的手腕上，血腥味瞬间在我的口腔里弥漫开来。顾承渊吃痛的惨叫一声，他猛地抽回手，看着手腕上的牙印，眼睛都红了。下一秒，他扬起手，用尽全力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啪！我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我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醒来，空气里弥漫着霉味，混杂着尘土的气息。地下室里放着我父亲生前的物品，还有我的童年记忆。父亲的东西被随意扔在地上，有好多东西都被砸坏。我被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苏苏穿着一身和我结婚纪念日时顾承渊送我的那件一模一样的红色连衣裙，施施然地走了下来。他手里端着一杯冰水，冰冷的水从头顶浇下，我冷得一哆嗦，瞬间清醒。姐姐，醒啦！苏苏蹲下身，漂亮的脸上满是恶意。哥哥说，老鼠就该待在下水道里，我觉得很有道理。我盯着他，牙齿在不停地打颤。顾承渊呢？哥哥忙着呢。他轻笑一声，从名牌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在我眼前晃了晃。喏，这是拆迁同意书。他说这破房子早就该推平了，晦气。睁开你的眼，好好看看。我的心脏猛地一缩，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那是我爸妈留给我唯一的念想。苏苏很满意我的反应，她凑得更近了，声音甜得发腻。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我告诉你个秘密吧，姐姐，你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你跟了哥哥5年，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她拿出另一份报告。因为你是个生不出孩子的使女啊，不像我，哥哥一碰就有了。我死死地盯着那张孕检报告，脑子里嗡嗡作响。我想起为了省钱买房，我吃的都是最便宜的长期避孕药。医生曾警告过我，这种药副作用大，可能会损伤身体。可我为了我们所谓的未来，亲手毁了自己做母亲的资格。而他早就和别人孕育着未来了。见我失魂落魄，苏苏的笑容更加残忍。他从包里摸出一个打火机，啪的一声，点燃了旁边一本相册的边角。那是我爸最宝贝的家庭相册。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猛地挣脱了绳子，发疯般扑过去抢救相册。我的手背被火烫出了一串燎泡，可我感觉不到疼，只是死死地将那本相册护在怀里。一个死人的东西，也值得你拼命。苏苏眼神一冷，穿着尖细高跟鞋的脚狠狠踹在我的小腹上，剧痛让我蜷缩成一团，冷汗直冒。就在这时，顾承渊出现在了地下室门口，他穿着昂贵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居高临下的看着狼狈不堪的我，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他没有制止苏苏，他只是冷冷的，像在谈一笔生意。林婉月，签了离婚协议，我就放你出去。我看着这个我爱了5年的男人，看着他身边的苏苏，突然笑出了声。5年了，我好像是第一次真正认识顾承渊。好，我签。顾承渊似乎没料到我答应的这么干脆，他走近将笔递给我。就是现在，在他弯腰的瞬间，我用尽全身力气，用藏在袖子里的碎瓷片划在了他的脖子上，鲜血喷涌而出。顾承渊捂着脖子惨叫倒地，苏苏吓得失声尖叫，连连后退。我趁乱冲出地下室，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哐当一声反锁了大门。我逃到大街上，浑身是伤，路人纷纷侧目。我感觉不到疼痛，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跑。不知跑了多久，我看见前面有警局，便立马冲了进去。我要报案，有人入室抢劫，故意伤害，非法囚禁。警车呼啸而至，迅速包围了那栋破旧的老房子。警察破门而入时，顾承渊和苏苏还在地下室门口疯狂地叫骂，一个捂着流血的脖子，一个吓得花容失色，狼狈不堪。警局里，顾承渊还在大喊大叫：“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儿，夫妻吵架而已，你们警察管得着吗？你去打听打听，谁家夫妻不拌2句嘴？”他试图掩盖他的罪行，但警察根本不理会他，只是出示了一份报告。经鉴定，林婉女士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双手刑法规定已构成轻伤标准。警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顾先生，故意伤害致人轻伤，最高可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坐牢。顾承渊脸上的嚣张瞬间凝固，转为惨白。他慌了，隔着审讯室的玻璃对我痛哭流涕。婉月，老婆，我错了，我是一时冲动，你原谅我这一次。苏苏比他更懂得自保，他立刻向警察哭诉，把所有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是顾承渊指使我动手的，他说要给我出气，我一个孕妇我能怎么办？我都是被他胁迫的。真是精彩的狗咬狗！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表演，然后拒绝了警方的一切调解。我不仅要让他们为伤害我付出代价，我还要毁掉顾承渊最在乎的一切。我向经济犯罪调查科的警察提交了我早就备份在云端的公司假账数据。警官，我还要举报顾承渊涉嫌职务侵占。
消息很快传回顾成渊的公司，公司高层震怒，立刻成立调查组，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顾成渊不仅挪用了我那500万给苏苏买车，还利用职务之便，多年来收受了巨额回扣。公司的处理结果非常的快，不仅开除，还要提起诉讼，要求他赔偿公司的一切损失。那辆他引以为傲的保时捷911作为涉案资产被依法查封。苏苏一见顾成渊失势，立刻变了脸，他托人给顾成渊带了一段话：顾成渊，你就是个废物，孩子不是你的，我早就想打掉了，我们分手吧，你别再来烦我。顾成渊在拘留所里听着录音机里传来苏苏的声音，整个人都傻了。他为了这个女人背叛家庭，抛弃妻子，挪用公款，毁了自己的一切，到头来他只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最后一次去见他，隔着拘留所厚厚的玻璃，他憔悴的脱了相，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他跪在地上，隔着玻璃拼命的磕头：婉月，我求求你撤诉吧，看在我们5年夫妻的情分上，看在爸的份上。他竟然还敢提我爸。我从包里缓缓拿出父亲的死亡证明，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白纸黑字，无比清晰。我看着他崩溃的眼睛，一字一句：顾成渊，是你亲手杀了他。他瘫软在地，眼神空洞，终于意识到那个爱他如命的林婉月已经死了。在他关掉手机，选择去给苏苏庆祝生日的那一刻，就被他亲手杀死了。取保候审那天，顾成渊失魂落魄地回到我们曾经的出租屋，门锁已经换了，房东大妈堵在门口，一脸嫌弃地把他的行李扔了出来：晦气东西，赶紧滚，别脏了我的房子！他被赶到了大街上，无处可去。苏苏也被限制出行，他挺着肚子找到顾成渊，不是为了安慰，而是为了索要分手费。你毁了我的名声，必须给我100万，不然我就去告你强奸！你这个毒妇！两人在街头扭打在一起，衣衫不整，状如疯狗。曾经自诩深情的精英男和天真烂漫的小公主，此刻只剩下对双方的憎恨。这一幕被路人拍下，用一个吸引人的标题发到了网上。惊爆！挪用公款凤凰男与拜金小三的末路穷途，视频瞬间冲上热搜。顾成渊彻底社会性死亡，为了还债，也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去工地搬砖。白净的衬衫换成了肮脏的工服，曾经拿笔的手现在磨满了血泡。而我卖掉了所有和他有关的东西，用追回来的钱把父亲的老房子重新装修一新。我在院子里种满了父亲最喜欢的栀子花，生活似乎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后来听说顾成渊在工地上因为体力不支，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他每天疼得龇牙咧嘴，却没钱医治。或许是在那个时候，他才想起了过去5年我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试图通过曾经的朋友给我带话。苏苏的下场也没好到哪里去，为了摆脱债务，他火速勾搭上了一个老头，想故技重施，结果被老头的原配带着一群人当街扒光了衣服，打得头破血流，还被拍了不雅视频。顾成渊看到这条消息，内心毫无波澜，只觉得一阵反胃。他腿好了一些后，一瘸一拐的来找我，他大概是想求我复婚，可他看到的是我和大学时的同学，现在成了我的代理律师，在院子里喝茶，有说有笑，阳光正好，栀子花开得正盛，极度让他面目全非。他疯了一样冲进来，指着律师质问：你是谁？林婉月，你别忘了，你还是我老婆。他的样子和疯子没什么两样，可笑至极。律师站起身，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顾先生，看清楚，这是法院的离婚判决书，因为你缺席，已经依法判决生效了。从法律上来说，你和林女士现在是陌生人。顾成渊不信，像疯了一样伸手来抓我。律师眼疾手快，一个干净利落的擒拿，将他死死按在地上。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冷漠。顾成渊，你的脏手，别碰我家的一草一木。他被律师像扔垃圾一样扔出了院子，沉重的铁门在他面前缓缓关上。那一刻，他仿佛被整个世界遗弃。顾成渊不甘心，他策划了一场苦肉计，在我公司楼下拉起横幅，绝食抗议。横幅上用血红的大字写着：绝症丈夫泣血恳求，冷漠妻子回头是岸。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被抛弃的、身患绝症的可怜人，引来无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这女人心也太狠了吧！老公都快死了，还这么冷血。一时间，我成了众矢之的，网络上的谩骂铺天盖地。我没有躲。第二天，我让公司的工作人员将我准备好的资料全部投屏到了全市的 LDD 广告屏上，循环播放的是顾成渊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他挪用公款的银行流水，他将我绑在地下室施暴的监控录像，以及他拒绝救我父亲的证据。除了这些，还有一份亲子鉴定，关于苏苏肚子里的孩子。我早就查到，苏苏的私生活混乱不堪，那个孩子根本就是个野种。顾成渊为了别人的重，毁了自己的家，这才是对他最大的讽刺。他呆呆地看着大屏幕上的亲子鉴定，脸色铁青，最后噗的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他是真的被活活气吐血了。围观群众的态度180度大转弯。什么狗东西，竟然倒打一耙！真是恶毒啊！还以为他多可怜，没想到竟然玩得这么花。他瘫在垃圾堆里，浑身污秽，却突然疯癫般的大笑起来。假的。
全是假的，报应啊！他彻底疯了。我从大楼里走出来，站到他面前，递给他一张纸巾。他浑浊的眼睛里竟然闪过一丝希冀，以为我终究还是心软了。我冷冷的开口：擦擦吧，别脏了我的地盘。保安，清场。他伸出发抖的手，想要抓住我的衣角，却只抓到了一片空气。他眼睁睁地看着我转身走进那座光鲜亮丽的写字楼，身影决绝。不远处，一辆警车开来，车上坐着的是苏苏。苏苏因为涉嫌敲诈勒索，被警察戴上手铐带走。路过垃圾堆时，他和顾成渊对视了一眼，没有爱，没有留恋，只有最刻骨的怨恨。顾成渊独自走在雨中，神情落寞。他开始出现幻觉，他看到我死去的父亲就站在马路对面，手里拿着一副老花镜，静静地看着他。他喃喃着，可他心里有鬼，以为父亲是来找他偿命的。为了躲避那个幻影，他跌跌撞撞地冲向了马路中央。刺眼的灯光传来，一辆疾驰的保时捷和他当初送给苏苏的那辆一模一样，呼啸而来。宿命的轮回终于在此刻闭合。砰一一，巨大的撞击声后，顾成渊的身体像个破布娃娃一样被撞飞，重重地摔在地上。他躺在血泊里，感觉不到疼痛，只听到周围嘈杂的人声。肇事司机摇摇晃晃地走下车，醉眼惺忪，竟然是以前在会所里嘲笑我寒酸的那个富二代。因果报应，从不缺席。顾成渊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屏幕亮起，是一条银行发来的催款短信。他费力地想看清手机屏保，那是5年前我们刚在一起时的合照。那时的他还是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我却依然愿意陪着他从小职员走到现在的位置。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我们穷得叮当响，却笑得比谁都幸福。他弄丢了什么？他现在才明白。他想说一句对不起，但喉咙里涌出的只有鲜血。意识的最后1秒是无尽的悔恨。接到警察电话时，我正在院子里修剪栀子花，听到他的死讯，我手中剪刀的动作只是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剪掉多余的枝丫。我没有去认尸，委托律师全权处理了后事，并将他剩下的所有债务通过法律途径撇得干干净净。我的人生不该再为他浪费1分1秒。苏苏在狱中得知顾成渊的死讯，彻底疯了。据说他整天在牢房里念叨着要坐保时捷，要去参加生日宴。清明节，我带着一束白色的栀子花来到父亲的墓前。爸，都结束了。我轻声说。律师同学安静地站在不远处等我，阳光洒在他身上，温暖而明亮。我从包里拿出那张被我珍藏了5年的结婚照，照片上顾成渊笑得温柔，我也满眼是爱意。我拿出打火机，点燃了照片的一角，火焰将那些虚假的甜蜜烧成了灰烬。风一吹，灰烬飘散，了无痕迹。我转身朝律师走去，脸上露出了这几年来第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释然而轻松。很久以后，我听说顾成渊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公墓最偏僻的角落，无人祭拜，杂草丛生，仿佛他从未来过这个世界。我坐上律师的车，车子平稳地驶向远方，这一次却开往了真正的属于我的幸福。车子缓缓驶离公墓，窗外的阳光温柔洒落，吹散了萦绕我5年的阴霾与恨意。身旁驾驶座上的男人叫沈宇，我的代理律师，也是大学时默默喜欢我多年的同学。他没有多问我此刻的心情，只是安静地开车，偶尔侧头看我一眼，眼神温和尊重，没有一丝窥探，也没有半分怜悯。怜悯是最廉价的东西，我早已不需要任何人同情。车子回到父亲留下的老院子，栀子花在微风里轻轻摇曳，香气干净又清澈。我站在院子中央，看着重新粉刷雪白的墙壁，修好的枇杷树抽出了新芽，父亲破碎的老花镜我重新配了一副，安安静静摆在书房桌上，一切都在慢慢变好。我以为顾成渊死了，苏苏入狱疯癫，这场绵延5年的噩梦就到此彻底结束。我以为往后只剩安稳平静，却忘了恶人从来不会独自落幕，他们的家人会带着加倍的恶毒找上门来。3天后的清晨，我刚打开院门准备去新店打理生意，门口就堵了黑压压一群人，为首的是一对衣着朴素、面色刻薄的中年夫妻，正是顾成渊的父母，身后跟着7、8个顾家的亲戚，手里拿着横幅、木棍，一看见我，立刻像疯狗一样围了上来。顾母一屁股坐在我家门口的地上，拍着大腿嚎啕大哭，声音尖锐刺耳，整条巷子都听得清清楚楚。老天爷啊，我的儿子死得好惨啊！都是这个毒妇林婉月害死的，他可夫，他心狠手辣，害死我儿子，霸占我儿子全部财产，还嫌里的住在这享福。顾府站在一旁，面色狰狞，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恶毒女人！要不是你逼死成渊，他怎么会被车撞？都是你的错！你必须给我们顾家赔偿100万丧葬费，不然我们就不走了。就在你家门口闹到你身败名裂！”亲戚们跟着起哄，有人踹院门，有人往墙上泼红漆，有人对着院子里拍照录像，嘴里污言秽语不断。邻居纷纷围过来看热闹，议论纷纷。换做以前的我，此刻早已吓得浑身发抖，手足无措，只会低声哀求解释，委屈到流泪。但现在，我只是静静站在原地，冷漠地看着他们表演，没有愤怒，
没有激动，甚至连一丝情绪变动都没有。我早就不是那个为顾成渊省吃俭用、卑微讨好、跪在地上求他救人的林婉月了。顾母见我不说话，以为我害怕妥协，哭得更加卖力，直接手脚并用地爬过来，想要撕扯我的衣服，被我轻轻侧身躲开。你躲什么？你心虚了是不是？我儿子5年对你掏心掏肺，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AA 制买房，你分明就是藏私，成渊的钱全被你吞了。听到这句话，我终于笑了，一声极冷极淡的笑。掏心掏肺。我拿出手机，点开早就准备好的录音，音量开到最大，熟悉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正是3年前顾母跟我打电话的对话。婉月啊，女人就该勤俭持家 ，AA 制多好，攒钱买房生孩子。成渊以后前途无量，你跟着他享福就是。苏苏那孩子可怜，无父无母，成渊多照顾照顾怎么了？女孩子家家大度一点，别斤斤计较，别不懂事。录音清晰刺耳，瞬间传遍整条巷子，顾母脸上的哭声戛然而止，脸色瞬间惨白。我又点开第2段录音，是顾父的声音：500万买房首付是好事儿，苏苏成年要礼物也正常。年轻人喜欢车怎么了？你爸生病那点小事儿，缓一缓不行，非要逼成渊，不懂大体。围观的邻居瞬间炸开了锅。原来顾成渊的父母从头到尾全都知道，知道儿子挪用500万，知道钱给了干妹妹买跑车，知道他父亲病危急需救命钱，知道儿子关机失联，知道一切真相。他们不仅知情，还纵容，还劝说我大度，还指责我不懂事。如今我父亲惨死，顾成渊报应横死，他们反而跑来装可怜讹钱，骂我恶毒。周围的议论瞬间反转。原来公婆早就知道啊，一家人都是黑心肝儿。自己儿子挪用救命钱害死岳父，现在还好意思上门要钱，脸皮比城墙还厚，太恶心了，一家恶人。顾父顾母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恼羞成怒，彻底撕破脸皮。录音是假的，你伪造的。不管怎么样，成渊死了，你就得赔钱。这房子有我儿子一半。说着，顾府竟然直接举起木棍，朝着院子里的枇杷树狠狠砸去，想要毁掉父亲留下的念想。就在木棍落下的瞬间，2辆警车缓缓驶来，沈宇带着警察提前赶到。我早就预料到他们会闹事，昨天就已经报警备案，并且提交了完整证据链。警察立刻上前制止，厉声呵斥：恶意闹事，故意损坏私人财物，诽谤敲诈，全部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顾家众人瞬间慌了，顾母还想撒泼打滚，被警察直接控制住。我站在一旁，平静地对警察说：警察同志，他们不仅上门寻衅滋事，敲诈勒索100万，还恶意损毁死者遗物，骚扰我的正常生活。另外，我有完整证据，可以证明他们事先不知晓顾成渊职务侵占、挪用救命钱款，并且收受苏苏赠予的好处费。我拿出转账记录，顾成渊给苏苏转钱之后，苏苏先后2次给顾母转账2万块，买首饰买衣服。他们不是无辜长辈，他们是共犯。这个爆点瞬间引爆，顾家所有人彻底瘫软。他们以为我柔弱可欺，以为人死账消，以为可以靠着死者讹诈一笔横财安度晚年，却永远想不到，我早已把所有证据、所有录音、所有转账流水全部备份存档，一丝一毫都没有遗漏。警察当场带走顾家全部闹事亲属，顾父顾母被处以行政拘留，敲诈勒索未遂立案调查。他们不仅1分钱拿不到，还要为自己的恶毒付出法律代价。围观人群散去，再也没有人说我半句冷血。院子重新恢复安静，枇杷树安然无恙，栀子花依旧盛开。沈宇走到我身边，轻声问我要不要起诉他们，追究到底。我轻轻摇头，不必了，他们已经烂在泥里了，不值得我再浪费一丝精力。真正的惩罚不是我亲手报复，而是他们余生都要活在名声败坏、负债累累、人人唾弃的黑暗里，日夜承受良心煎熬，这才是最狠的报应。解决顾家闹事的风波后，我彻底放下了所有仇恨执念，开始专心经营自己的人生。以前我白天上班，晚上摆摊，省吃俭用，把所有钱都给顾成渊，把所有青春都耗费在虚无缥缈的未来里。现在我把父亲留下的老房子1楼改成实体店，把我多年摆摊攒下的手工手艺、客源、渠道全部整合，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品牌。我不再买最便宜的日用品，不再苛待自己，不再委屈自己。我给自己买舒服的衣服、好用的护肤品，规律吃饭睡觉，调理被长期避孕药、长期劳累弄坏的身体。医生告诉我，虽然生育能力永久受损，再也无法怀孕，但只要好好调养，身体可以慢慢恢复健康，不再虚弱多病。我听到这句话，心里没有一丝难过。不能生孩子又如何？我再也不用为了一个男人的儿子梦想
毁掉自己的身体。我活着是为了我自己，为了父亲，为了崭新的人生，从来不是为了当谁的生育工具。短短2个月，我的小店就步入正轨，生意火爆，收入稳定可观。我不再是那个穿着喜旧外套、头发凌乱、跪在地上哀求别人的卑微主妇，我穿着得体干练的衣服，从容自信，谈吐沉稳，站在阳光下，眼里有光。沈宇一直默默陪在我身边，帮我处理法律事务，帮我规避风险，温柔克制，从不逼我立刻接受他的感情，只是安静守护。我慢慢打开心扉，愿意试着重新相信温柔，相信善意，相信生活。就在一切蒸蒸日上的时候，监狱那边传来了新的消息，一个惊天爆点，彻底颠覆所有人对苏苏的认知。监狱打来电话，通知我过去配合调查。我赶到监狱探视室，隔着厚厚的玻璃，看到了如今的苏苏。曾经那个穿着公主裙、开保时捷、被顾成渊宠上天的18岁少女，此刻形容枯槁，面色蜡黄，头发枯黄杂乱，眼神疯癫又阴鸷，完全没了当初天真甜蜜的模样。她因为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参与顾成渊职务侵占分赃，被判有期徒刑7年。而狱警带给我的调查结果，远比我想象的更加恶心，更加黑暗。苏苏根本不是什么无父无母可怜干妹妹，她的亲生父母健在，家境富裕，只是她从小叛逆自私，早早辍学混迹社会，勾搭各种中年男人，骗钱骗礼物，名声烂透。她故意接近顾成渊，故意装可怜装单纯，故意认他当哥哥，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骗局。他早就摸清顾成渊大男子主义，好面子，喜欢被崇拜，对妻子吝啬，对情人大方的性格，一步步诱导他 AA 制，诱导他攒钱，诱导他把所有钱都花在自己身上。顾成渊以为自己捡到了清纯小白花，殊不知自己从始至终都是苏苏手里最好拿捏、最有钱的冤大头。苏苏肚子里那个孩子根本不是私生活混乱那么简单。狱方做了完整 DNA 溯源鉴定，孩子既不是顾成渊的，也不是当初会所富二代的，而是他在认识顾成渊之前就和社会闲散人员怀上的。他一直瞒着所有人，故意等到成年拿到保时捷500万巨款之后，才谎称怀孕绑定顾成渊，想要一辈子吸他的血，让他当一辈子接盘侠。顾成渊倾尽一切付出，背叛家庭，害死岳父，毁掉人生，最后连别人的野种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提款机，傻子，笑话。我父亲病危那天，苏苏早就知道一切。顾成渊给苏苏转账500万买跑车的时候，苏苏清清楚楚知道这笔钱是我5年省吃俭用的买房首付，清清楚楚知道我父亲躺在 ICU 急需救命钱，是苏苏主动怂恿顾成渊关机失联，是苏苏抱着他撒娇说：“哥哥不要管那个老东西，他死不死跟我们没关系。今天是我成年最重要的日子，你不能离开我。”是他亲手一步一步逼死了我的父亲，顾成渊是凶手，他才是幕后主使。探视室里，苏苏看着我，彻底疯了。他不再伪装温柔乖巧，面目扭曲的嘶吼：“是我，都是我，我就是故意害死你爸，我就是故意骗顾成渊，我就是要毁掉你。你过得越惨，我越开心。你以为你现在过得很好？你永远生不了孩子，你一辈子都是不完整的女人，你永远都欠我的。”他疯狂拍打玻璃，状若恶鬼。我平静地看着他，眼神没有一丝波澜。我没有愤怒，没有报复的快感，只觉得无比可笑。一个一辈子只会靠欺骗、讨好、恶毒活着的女人，把毁掉别人当成人生全部意义，她才是最可悲、最残缺、最肮脏的人。我对着玻璃一字一句轻声开口：“苏苏，你18岁成年那天收到500万保时捷成年礼，我父亲死在那天。你这辈子都会活在监狱里，活在罪恶里，活在我父亲的阴影里。你余生每一天都会记得，是你亲手杀了人。这是你永远逃不掉的地狱。”苏苏瞬间崩溃，瘫坐在地上疯狂痛哭尖叫，彻底精神失常。狱警告诉我，苏苏入狱不久后早产，孩子生下后因为先天体弱加上无人抚养，很快夭折。他失去唯一可以用来狡辩、用来要挟的筹码，彻底一无所有。监狱医生诊断他已经重度精神分裂，余生都要在精神病监狱度过，永远无法出狱，永远不见天日。曾经万众追捧的保时捷小公主，最终沦为人人唾弃的疯癫囚徒，烂在黑暗里，永无出头之日。我走出监狱，阳光洒在身上，心里最后一丝执念彻底消散。苏苏彻底疯癫入狱，顾家被法律严整，顾成渊横死街头无人祭拜，所有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我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认真生活。我把父亲的老院子打理得越来越好，枇杷树枝繁叶茂，栀子花年年盛开。我扩大自己的事业，开了工作室，雇佣了很多和我一样曾经生活艰难、独自打拼的女生，给她们稳定收入、温暖安稳的工作。我不再吝啬对自己好，定期体检、旅行散心、读书成长，慢慢治愈过去5年所有的创伤。沈宇一直陪在我身边，他见过我最狼狈卑微的样子，见过我复仇冷漠的样子，也见过我温柔释然的样子。他从不急着索取，只会温柔守护。有一次，沈宇陪我去批发市场进货，遇到了以前认识的摆摊同行，对方看着我，满脸惊讶：“婉月，你变化也太大了吧！以前你天天穿那件旧外套，连瓶矿泉水都舍不得买，现在一身干练，还开了工作室，真是苦尽甘来呀！”我笑着点头，心里没有波澜。那些苦日子我熬过来了，那些卑微我再也不会有了。同行又提起顾成渊，听说顾成渊死得很惨，还有他那个干妹妹疯了在监狱里，真是善恶终有报啊！以前就觉得顾成渊对你太抠，对那个苏苏却大手大脚，没想到心这么黑，连你爸的救命钱都敢动。我轻轻摇头，都过去了。是啊，都过去了。那些撕心裂肺的痛苦，那些咬牙切齿的仇恨，那些卑微到尘埃里的讨好，都随着顾成渊的死、苏苏的疯、顾家的落魄，彻底烟消云散。我不再是那个活在别人阴影里的女人，我为自己而活，活得坦荡自在从容。父亲节那天，我再次来到父亲墓前，我带上新鲜的栀子花，带上我工作室的营业执照，带上我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轻轻对着墓碑说话：“爸，坏人都得到报应了，我不再恨了，也不再苦了，我过得很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你可以安心了。”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父亲温柔的回应。站在不远处的沈宇安静等候，没有打扰。祭拜结束，我转身走向他，阳光正好，暖风温柔，我主动牵住他的手，指尖温暖，安稳踏实。沈宇微微一怔，随后紧紧回握住我，眼神里满是温柔与真实。这一刻，我彻底和过去告别。我烧掉的不只是那张结婚照，还有卑微、委屈、痛苦、仇恨，自我消耗的就林婉月。现在站在这里的是全新的、独立的、强大的、自由的林婉月。有人后来又打听到顾成渊的后事，他死后无人收尸，最后还是法院出面草草火化，骨灰无人认领，随意埋在公墓最偏僻荒凉的角落，杂草丛生，终年无人祭拜，刮风下雨无人问津。就像他从未爱过任何人，从未被任何人真心爱过，从未在这个世界留下过一点温暖痕迹。他用5年挥霍我的真心，用500万夺走我父亲性命，用恶毒毁掉自己一生，最终落得魂飞魄散、遗臭万年的下场。顾家父母出狱后，名声彻底败坏，被亲戚疏远，被邻里唾弃，他们失去了所有经济来源，只能靠捡垃圾度日，住在破旧的棚户区里，日日争吵，互相指责。顾母常常对着空气哭诉，念叨着顾成渊的好，却从来没有想过顾成渊的悲剧从来都是他们自己纵容出来的，是他们一家人的恶毒，亲手毁掉了一切。他们晚景凄凉，日日活在悔恨恐惧之中，却再也得不到任何原谅。而我事业稳步发展，工作室越做越大，帮助了越来越多和我一样曾经身处困境的女生。我和沈宇的感情也慢慢升温，他尊重我的过去，珍惜我的现在，守护我的未来。我们没有急着结婚，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圆满，只是顺其自然，彼此陪伴，互相成就。有一天，沈宇陪我回到那个曾经和顾成渊住过的出租屋，房东大妈看到我，满脸感慨：“婉月啊，你可算回来了。顾成渊死了之后，他那些破烂行李我扔了好几天，真是晦气。以前看你天天起早贪黑，省吃俭用，顾成渊却天天好吃懒做，还总跟那个小妖精鬼混，我就替你不值。现在看到你过得这么好，我就放心了。”我走进出租屋，狭小的空间，简陋的家具，还残留着当年的痕迹。想起曾经在这里，我和顾成渊挤在一张小床上，穷得叮当响，却以为只要努力攒钱，就能拥有属于我们的家。想起我在这里连着吃3天汤泡饭，只为省下钱给他买澳洲龙虾。想起我在这里偷偷哭着买最便宜的卫生巾，却笑着给他买昂贵的领带。那些曾经以为的甜蜜与希望，如今看来全是可笑的自我欺骗。沈宇轻轻握住我的手：“都过去了，我们走吧。”我点点头，转身走出出租屋，没有一丝留恋。阳光洒在身上，温暖而明亮，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我终于明白，最好的复仇从来不是同归于尽，不是变得和恶人一样恶毒，而是活得比他们所有人都好，活得明亮、
自由、幸福、释然，彻底把他们从你的人生里永远剔除。曾经那个在黑暗里挣扎，在泥泞里卑微，为爱耗尽一切的林婉月，永远死在了父亲离世的那一天。如今站在阳光下从容前行的我，才是生活最好的馈赠。深秋的时候，我的工作室举办了一场手工展，展出的都是我和姐妹们亲手做的物件，每一件都藏着我们的故事与重生。开展那天来了很多人，有人为我们的手艺点赞，有人为我们的经历动容。我站在展台前，从容地介绍着每一件作品，眼里的光芒是从前从未有过的自信与温柔。沈宇站在人群中，一直看着我，眼神里的骄傲毫不掩饰。展会结束后，沈宇带我去了江边，晚风微凉，江波荡漾，远处的灯火璀璨夺目。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银质书签，上面刻着一朵栀子花，和我院子里的一模一样。婉月，他轻声说，我不想给你压力，只想告诉你，往后每一个春夏秋冬，我都想陪在你身边，让你发光发热。我接过书签，指尖摩挲着冰凉的金属，心里却暖得发烫。我笑着点头，泪水轻轻滑落。这一次是释然与幸福的泪。后来我又去了一次精神病监狱，没有探视苏苏，只是远远看了一眼那座冰冷的建筑。听说他依旧疯疯癫癫，每天抱着枕头喊哥哥保时捷，早已没了当年的骄纵与恶毒，只剩无尽的疯魔。我没有同情，只是觉得这都是他应得的归宿。顾家父母后来也没了消息，有人说他们回了老家，在无尽的悔恨中苟延残喘，也有人说他们病死在棚户区，无人知晓。我终于明白，最好的复仇从来不是归于尽，不是变得和恶人一样恶毒，而是活得比他们所有人都好，活得明亮、自由、幸福、释然，彻底把他们从你的人生里永远剔除。曾经那个在黑暗里挣扎，在泥泞里卑微，为爱耗尽一切的林婉月，永远死在了那一天。如今站在阳光下从容前行的我，才是生活最好的馈赠。车子再次缓缓启程，前路光明，万事顺遂。过往皆为序章，未来尽是温柔。属于我的新生，才刚刚开始。